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下雨了，我有带雨伞。朋友们早上好，现在呢我们行驶在笔直的道路上现在很遗憾我今天没有开车，但是呢同时也不遗憾，因为刚刚我们从城里面出来的时候那个交通状况真的是灾难。第一个，道路太复杂，有的地方呢就是说它封了路，本来其实是那个导航上显示是双行道，结果变成了单行道。有的地方呢就是又有工程车就堵到了，我们又要就是说要找其他路非常的复杂。真正好开的就是这样城外的这种道路，就是连接两个城市之间的道路，这个地方是非常好开的。可是呢这里也没有车子，没有这位置让我们那个换那个驾驶位。算了吧，今天就不练习了，就这样吧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打算露营的村子，这在我们回德国的一个必经之路上，是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。这个村里人停车就是乱停车，这边也不是单行道，但是它道路的左边右边都停了车，所以我们现在房车就很难通过这个路段。这就是今天晚上的露营地，有6个停车位，但是呢一个车都没有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和本尼正准备开房车从西班牙回到德国，所以呢今天经过了一个西班牙非常偏僻的小村。在这个村子里他留了6个位置的房车，可是呢今天只有我们一个房车，也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旅游资源，其他的房车都不愿意来。虽然这里提供免费的水还有灰水处理，但是还是吸引不了其他的房车过来。那我就很好奇了，在这个真正的偏远的西班牙小山村，1500人的一个小山村，它会是什么样子呢？现在我也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。其实还是看得出来你看这个村里面这些建筑相对来说就不是很好，还是会差一些。经济不发达，但是这个村都是鼓着劲儿的想吸引游客，真的游客就会带来外来的经济。本尼今天犯了一个错误，居然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来了。村里面的教堂，村里面的房子，这旁边的房子还是挺好看的。好啦，小心前面摩托车来了。这里当然有每个村的标配，就是教堂。西班牙境内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堂。其实这个广场还挺大的，就可惜有点人气不旺，很冷清。这里是镇上的一个小商店，卖点咖啡。当地洗衣房的样子，这个是水塔，这里是他们的幼儿园。这里是村政府，村政府的房子还不错哟。这就在村政府边上的一个小巷子，就是这样破败的房子。这些房子也就是年久失修没有人住了。我们在西班牙很多小村镇看到在地面上的做的画，不
知道这就是西班牙的一种农村文化吗？其实这画的还不错哎。现在我和本林两个又出去了，因为呢，在村外面看到有一个风车，也是用来磨麦子的磨坊的风车。风车就在前面，但是要越过这个好像是高等级公路吧，还是冒险穿过去。失恋。其实路上的车很少，也不是很危险。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麦田边上了，远处已经在下雨了，不过我们也带了伞的。这个麦田，金黄色的麦田，配上这个风车，太有感觉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麦田边上了，这金黄色的麦田，这个后面呢就是这个风车。风车其实离我们还有点远，我们再继续往前走。这个金黄色的麦田呢，实在是让我太喜欢。这些麦草啊，其实已经枯死了，在风里面呢，听得到它们哗啦哗啦的声音。这个麦子太干燥了。这个麦草啊，本来就不是用来种粮食，原来他们是给牲口做饲料的。这是码得整整齐齐的草，麦草。这就看得出来了哈。这个草垛啊，全部就是喂牲口的。原来呀，那个麦草啊，本来就不是种粮食，是做饲料。傍晚时分，这些农用机械也收工了。我还蛮喜欢看这些大型机械的，平常很少看得到。现在这是联合收割机吧？它是把动力部分和收割机的这一部分呢组装在一起。你看它这个联合收割机的这个功能非常多，我也不是很明白，但是看着操作这么大的机械，我就觉得很厉害。现在是前后两部分已经组装好了。这些设备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知道是收割麦子用的。我们现在又抄近路回村里面，因为要走那个人行通道的话呢，还要绕2公里。人就是很奇怪，可以专门去徒步10公里，可是这个地方多走2公里就不愿意了。回房车之前呢，我们想去村里的小店买点东西，因为这边村里提供的露营地是免费的，我们觉得总应该在当地有一点消费，要不然感觉到很不好意思。现在在西班牙可以说西班牙语的谢谢 gracias。 晚上7点20， 22度，这个红色的在显示气温和时间。这是村里面的广场站。我们从村里散步回来呀，发现来了一个房车邻居，他带着一条狗单人旅行。他之前是做导游工作的，现在在给自己放假。有一个邻居总是很好的，何况他还是一个会说德语的邻居。他和本尼聊天聊了好久，告诉了我们许多回德国这条路线上可以参观的景点，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。